在大凤京城，能布置阵法的只有司天监的术士，也就是说，当年司天监也参与了永镇山河庙的建造。由此可以推断，知道桑坡秘密的除了当今圣上，还有监正那个糟老头子。所以，监正生病是真的，或者是因为永镇山河庙坍塌造成的。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图谋桑坡秘密的势力，破坏永镇山河庙的贼人，绝对是王者级段位。我一个小童娥掺和其中，感觉随时会被神仙打架殃及池鱼。就算我查出真相，皇室能容我？柱子上好像有东西，这上面雕刻的是什么字？我上来了。这才多久，这小子的气机竟如此浑厚了？你这气机可不像是新进的炼气境。我就是每天打坐2个时辰而已。还是别说这个了，那姓杨的不服你，刚才上来跟我们分析了一通水底的情况，还算有些收获，并且说，如果你的分析和他一样，他就服气。从高台的断裂处，可以推断出爆破点在庙里，而不是水土。此外，火药多半是在祭祖大殿后藏进庙内的，且距离祭祖大典结束不超过1个时辰。如果是提前藏入庙内，火药气味重，陛下当时进入庙内肯定会闻到，因此只有祭祖结束之后才有机会。一，去把负责收尾的当差、大理寺吏员、礼部吏员通通缉拿，逐一审问。这件事，杨银罗你去办。二，通知衙门，向陛下要几位司天监的白衣过来协同办案。头，你去办。我要司天监的采薇姑娘来帮我。米银罗，你随我去一趟工部，我要火药厂的进出记录。这么大的火药，不可能偷运出去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看一看牺牲士卒的尸骨。没想到这小老弟思路清晰，逻辑缜密，任务安排的有条不紊。换成我们，估计没这么快给出这么清晰明了的方向。你还会验尸？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一件大事。我只是个小小的童姥，遇到战斗还得3位大人努力啊。所有士卒死状如出一辙，都是被某种妖法吸干精血，身上没有其他伤口。这份手段，不是我这个小小的炼气境能对付的。金牌在此，把近1个月内火药的生产、使用记录都给本官拿上来。是，大人都在这儿呢。账册是很容易造假的，其中最普遍的手法就是夸大使用量，这样多余制造的火药就可以私藏。但这些手段都经不起查，任何犯罪都有蛛丝马迹。给我查，查出端倪，每人赏银20两。是，徐大人。徐大人，大理寺和礼部各有3名吏员失踪，宫中当差的也有3人失踪，负责祭祖大典收尾的相关人等，全部被刑部和京兆府联手扣押，他们拒绝向我们交人。杨一罗正在与刑部的人对峙，僵持不下。哦，敢跟我们打更人抢人？刑部和京兆府同样收到了陛下的命令，负责查案，都是皇命在身，便不触我们了。杨一罗身上没有御赐的金牌，让小人火速赶来通知大人。皇帝同时让刑部和京兆府掺和此案，这并不奇怪。许多大案都是多方共同调查，单凭一个衙门人手有限，多方共同调查的好处显而易见，但弊端也同样明显，那就是抢功。我必须在此案中立下举足轻重的功劳，朝廷才能免除我的死罪。如果寸功未立，我怕难逃菜市口砍头的处罚。走，过去要人，谁敢阻扰我办案，绝不客气。刑部奉旨查案，擅闯刑部，阻碍办案者，格杀勿论。刑部不可能不知道打更人也奉命参与此案，却故意把我们拦在外面，这分明是故意恶心我们，故意给我们使绊子。闯刑部者，死！本官奉旨查案，退下。哼，刑部同样奉旨查案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不过大人要进刑部也行，容我派人通传。
至于多久啊，那就不知道了。超神宠兽店每周3、周6更新，记得来看哦。暗夜回顾带上装逼的妖媚，谁知楼里走呼啸的流放，水眼不见了，药物来背过，大风筝吹鸟，路到有分多少嘲笑，笑看九州市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心照样能破案。警察穿越猫蛛丝马迹寻，没有完美罪，除非是天意。流金所需，怪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心照样能破案。警察穿越猫蛛丝马迹寻，没有完美罪，除非是天意。拉风大跟人笑谈风起，有头有脸梦老的现实线，推理破谜团警察也呈现，笑看江湖路轻松又自在，笑看九州市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心照样能破案。警察穿越猫蛛丝马迹寻，没有完美罪，除非是天意。